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厄加特最后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反正现在除了剑魔啊、瑞文这种上单比较猛一些的，像肉上单的话，现在石头人也是挺不错的。然后厄加特的一种就是战士出装的一种打法也是不错。不过之前他那个羊刀那套流法的话，就是顺风局可以做啊，逆风局还是不太建议那样子做。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这局的一个对线情况。前期的话，清线是有优势的，他的被动清线很快。这里的话，因为有线权，可以过来骚扰一下对方打野。这样的话，对方打野的节奏肯定是断了的。而且就算有失误也没关系，反正有传送，很容易就能把那个失误给弥补回来。这里跟他打的话，打到底肯定是亏的啊。直接交闪现，对方这个闪现交的就很没有道理了。这里的话不要开 W， 然后去稳稳的先控线，把兵线给让对方推过来就可以了。因为开了 W 以后，它会自动 A 小兵，所以不是说要清线的话就没必要，要控线的话就不要开 W 去控。这看到的话，它应该是还是跟之前一样，主 W 技能，然后副 E， 因为 W 满级以后啊，它那个被动回复的话会就是那个被动的那个炮会就是装弹装的更快一些。这里3级以后那个安倍萨的话肯定是有个优势的。这里的话消耗一下对方血量，对方如果还这样待着的话，技能交的差不多了。对方虽然说也有大招的，但如果能打一个爆发，是可以把他斩杀的。来反野，那这样的话 Q 技能打个消耗，E 技能搬到以后，W 抵消掉了。对方开大过来杀的话，人头送出去了。不好打。其实就看谁先起手。如果厄加特 E 技能抬到了那一下，然后打出了那个爆发的话，其实还好，但没关系啊，带着传送，所以整体来说问题不大的。对方回家了，这样的话可以把兵线给送进塔里面，而且这里带了爆破的，所以爽吃塔皮。这里的话，虽然说就因为带了传送所以相对来说，只是人头上的那个差距，在这里面的话，就是有点补回来，就差距没那么大，有点劣势，也就是那100-200金币的差距吧。第一件的话，先做这个重伤小剑，重伤的那个短剑。上来的话，
就用这个被动啊，跟对方啊清线的过程中去消耗对方就够了。队友过来了，对方的话应该是有眼的，哎，没眼，刚刚只是被抬到了，啊不是，刚好是回去的路，就是躲回去，应该是想躲这个二加特的意境呢。龙女在这边拿到优势以后，帮忙推塔。二加特这英雄的话，就是怎么说呢？他属于那种挺牢的一个英雄，但是对于有一些英雄，他掏出来打的话都没什么优势的那种的话，二加特反而又还好，他有时候呢还能就是说克制一下对方的阵型，而且有斩杀。但首先你不空大的话还是挺麻烦，团战里面大招放的不准，确实不容易。而且二加特这英雄手短，没有太多位移。这里的话，传送直接来帮队友拿到优势，大招直接斩杀收割掉了。这里的话优势已经打出来了。安佩萨过来，但已经晚了。这局的话，他这种参团率其实蛮高的。这局的话，勉强的说是利用就是打野帮忙以后，确实造成了优势啊，拿到了优势以后，利用传送把这个优势带给队友。这就是带传送的好处。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对线打得比较烂，或者说确实不想就是说玩个游戏不想那么累，比较想混一下，那带传送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像石头人也是可以的，就不追求不争取在线上有什么作为，但是团战里面一定要有一点作为啊。你线上可以没有太大的劣势，就是说和平发育。哦，对面的位其实这局挺难受的，一个 Q 打断对方回城，哎，还没断的，可惜。位的上半野区刷了，这时候的话，放弃野区过来直接抓人吗？那这样的话，其实位爆发不够啊，直接开大招那就送人头了，对面。还有闪现的，直接交闪现跑路，但薇恩的话应该是跑不过，就跑不掉的。薇恩追上你有红 buff 黏住的话，有大招的话你是跑不掉的。就你打二加特，他可能开始的时候出伤慢，但他后续利用被动打出来伤害，持续伤害是挺高的。
二加特在这个版本总体来说数值一般，但已经可以拿出来玩了，不会像之前一样根本就掏不出来玩，你知道吗？起码现在我能看到玩二加特的绝活哥了，以前是一个都见不到，你知道吧？抽象吧。而且二加特打野的话，之前也有让大家看过，但打野终究还是太那个，对方不找你的话，就是只找你队友。你要去打团的话，队友又可能先第一步站不住，先送你。二加特很难去打翻盘的那种，还很容易被对面抽陀螺。什么叫抽陀螺呢？就是放风筝，就是远程 poke 你。这里的话看情况传送，但队友只慢慢走过去都可以，对方不敢碰。这个传送可以省下来，打完这波团以后立刻去下路推2塔，尝试推2塔。这里的话要站在队友面前，让队友去打出伤。E技能的话也没必要乱交，对E技能的话，你看那就是血量低的时候留来保命用，因为他的出装并不是出肉装啊，不是出星之钢这种，所以他没必要说 E 技能太早交。但是 E 技能你最好要灵活的去运用，给个 W， 然后对方赶过来的话，然后你就站在射手面前给伤害就可以了，他的 W 会自动给伤害，而且被动的话伤害也不低。对方只要有残血，你就直接大招给到他，斩杀他就给出斩杀就行了。而且二加特这英雄排眼真的开了 W 以后，那个排眼的能力确实很强。对方这样子打，可以交闪拉开，对方想来杀的话没那么容易。对面薇恩的那个伤害薇恩搭配露露确实比较强势，但这边有个阿罗拉这个英雄就确实很灵活，他的大招很容易的就能说去到对方的后排，然后又利用 W 或者闪现再打完伤害以后拉开就可以了。而且阿罗拉的伤害也不差不低的。这里的话要加快那个团战速度，因为维恩到大后期确实没那么好打，所以得逼对面过来打那种中前期的团，中期的团战都打一下。哇，这里被抢龙，E技能也没必要乱交大招空了，有点炸。但龙女的话也是起来了。还有个点，这个版本的龙女只要稳稳的刷野，然后给队友帮一下队友什么的，对方打野去哪，然后你就过去帮一下，无脑打团。我天，很强！我跟你说，龙女太抽象了。但不要被激活，就是1打几这种事情，1打2可以，1打3什么的就别想。龙女这英雄，一旦对方有个收集者什么的，他失血的话是就是什么？那什么？那叫锁血是锁不住的。维恩来了，那跑不掉了，过来补一下伤害就打数据就行了。这爆破搭配那个破剑者这件装备呢，它的你攻击频率越高，血量高，对他来说这件装备来说，他第4下攻击是吧，一下子就打出来了。所以我出了破剑者以后，然后再加上这个破败之刃，其实他不太担心他的出伤不行。对方只要前排敢冲上来，然后你就顶住对方前排，让射手有个输出位置，就很简单，很舒服。就 E 技能不要乱交，E 技能的话就是
真的对方过来越你去抓射手的时候，你直接把他背回来，不要把前面的背到射手面前，知道吧？啊，好烦啊！最近老是在录制的时候有电话来。这是不是到年底了，然后就要做业务了？我天，一天5、6个电话，这种推销的，还有那种信用卡贷款的。我靠，我每次想接到就是说我是不是我贷了款不用还？有病的！不知道你们在国外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大陆有病，我跟你说，巨有病。这里的话，对面全是残血，直接过来锁掉关键的薇恩。对面没有薇恩的话，伤害真的一塌糊涂。然后双 C 也掉，那个什么加里奥这英雄，他就只能打一套输出的，他很难说做到那种 C 位很强，除非他那种像那种我之前做过加里奥打那个就是拿5杀是怎么拿的，大招砸下来2技能，而且还是老款的2技能的那个伤害也是有的。然后吸一手，然后一个 Q 接平呢，E 技能都没交，然后5杀就到手了，而且还是得大优势那种。那行，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感觉看起来还挺轻松的。第2局的话是输了啊，但是拿了个败方的 MVP 啊，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